Hello，大家，我是小鸟。提到中国有名的河流一般人都会先想到长江和黄河，但其实还有另外一条也格外的重要，但是它是一条人工开凿的河，那就是京杭大运河。在京杭大运河2500多年的历史中，一次又一次见证了中国的兴衰交替和南来北往。那围绕着运河，肯定也会有众多的历史古迹今天我们去看一座桥，它是古运河上现存的唯一一座七孔桥——广济桥。广济桥所在的塘溪古镇已经有800年的历史了，但是它真正的兴盛是明清两代的时候。现存的遗迹是以广济桥为核心，过桥之后，前左右一共3条街区。广济桥又名通济长桥，是一座七孔桥，也是古运河上仅存的一座七孔石桥。长度有78.7米，宽度6.12米。根据《唐西志》记载，广济桥始建于明弘治2年，也就是1489年。也就是说，它现在已经有500多岁了。也许建它之时，它只是一座极其普通的桥，甚至在建国后，它都差点被拆掉。因为运河作为功能性河流它是需要承载南来北往的货船的。那就当今而言，广济桥桥洞的宽度明显已经很难通过现代的船舶了。最终，浙江省政府决定留下这座桥，然后另辟水道，开挖了全长3.6公里的标准航道，用于补充这一段，并于2006年彻底对广济桥周围的水域实施封航。塘溪镇始建于唐宋时期。顺路解释一下，到底是塘溪还是塘七根据地名志记载应该是塘溪。我也比较赞同这种读音，因为栖是形容鸟停留在树上，比如说栖身之所、栖息之地这样的。那溪呢，形容的是忙碌的样子。那作为水陆码头的塘溪，肯定是塘溪比塘七更为合理那到了宋元时期，塘溪古镇几乎是没有什么太多的历史记载，相对默默无闻等到了明清时期，一跃成为了江南10大名镇之首。乾隆下江南的时候，也曾在这里做停靠其实塘溪的变迁是跟古运河的改道以及水位的涨跌密不可分的但具体呢，这里就不展开来讲了，否则又要讲好几个小时。过了石桥往东，老远就能看到这个石牌坊石牌坊这里是个码头，对边就是御碑亭了。乾隆御碑立于乾隆16年，也就是1751年的正月初2，这是乾隆第一次下江南。御碑高3.35米，宽1.4米，厚0.5米，刻有双龙抢珠碑头。这个碑原来是立于杭州府水利通判厅遗址内的。碑文的主要内容是说，乾隆此次下江南，查得江苏、安徽两地拖欠税银数百万两，而浙江本地虽然每年所纳贡数量比江苏要少，但是多年来却从未拖欠，并因此赦免本地30万两的纳贡，以示鼓励。
在古镇的河道两岸都设有美人靠，这可是歇息纳凉、观照拍景的好地方。晚上华灯初上的唐熙就换了另外一副模样，让我想起了一句诗，就是淡妆浓抹总相宜。其实杭州境内还有另外一座有名的运河桥，从塘溪沿运河顺流而下，大约20公里，就到了拱辰桥。拱辰桥始建于明崇祯4年，也就是1631年，是杭州境内古运河中现存的最高最长的石拱桥，桥长98米，高16米。窄的地方大概是5.9米宽，而宽的地方有12.2米，是3孔桥。来解释一下拱辰的意思哈，辰就是指帝王居住的地方，拱辰就是拱卫帝王的住所，表达了对君王的尊敬和相迎。两岸有许多休息的场所，比如咖啡厅、餐厅，或者说是绿色的便道、小公园，是夏天消闲纳凉的好去处。现在的拱辰桥两岸有许多著名的博物馆，比如运河博物馆，以及一些著名的历史街区，如桥西历史文化街区。下一期我们就去逛逛这些地方，那下期再见吧，拜拜。